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14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新闻茶座。我们今天的茶座的名字叫吐槽春晚。那么本来我们今天是休息但是我今天因为答应了帮基友亚洲电台做一个节目，就是关于春晚的节目，所以呢我把春晚看了一遍那节目做完了以后，我实在是心有不甘，我就很想吐槽一下，但是我又不想一个人吐槽，我想大家一起来吐槽，所以我今天呢就开了一个我们今天的新闻茶座新闻茶座呢，大家一起来吐槽。我想看看网友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有哪位请看了今天春晚的网友请举个手，大家能不能举个手？有多少人看了今天的春晚？我是没打算看，我不过呢，好，非常好，看了的请举手。没看的不举看了的举手那还是有看过的有看过的就行，不能我一人看，我一人看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茶座没法说了我先讲讲我的感受，我有几个感受。第一个，不好看，真心不好看。这节目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场面非常的花俏，色彩斑斓，很强，但是呢不好看。不好看的原因是什么？没有人其实我们看一个节目我们都是在找人，这些人在表演，这表演的你得从里面看到人。但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它完全抹杀人它甚至抹杀人到什么地步？它一个大特写都不给你。就比如主持人讲话，理论上你应该给他一个大特写推上去，他就算推上去之后，他边上摆一堆脸。你看前面那个主持人在主持的时候，他弄一排的演员站他后面，你看不清楚哪个脸，就是这样，他就是不给你一个大头他就抹杀人个体的人，抹杀个体的人就不好看。就显得这个很多人在那跳来跳去，但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脸，这是第一个问题。中央电视台所有的这个综艺节目都是这个问题，他不给脸，他只给谁脸？只给习近平脸，领导人才给脸，这些演员都不给脸，这不好看。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其实以前看春晚我们最爱看的节目是什么？相声、小品相声、小品现在不好看，非常不好看。你像比如说第一个排第一，岳云鹏给脸，非常给面子，岳云鹏排第一。岳云鹏上来讲什么？讲春晚有多少个节目，有多少个电影，有多少个唱多少个歌，跳多少舞，这神经病这是。这个相声怎么好笑？一点不好笑。然后那些小品没有。小品的特点是什么？讽刺挖苦。讽刺挖苦的目的是什么？批判，现实批判。大家看完以后这个批判某种丑恶现象，批判社会上丑恶的现象，丑恶的人，他没有，完全没有。大家就全是批判老百姓，讽刺挖苦老百姓，没有社会丑恶现象。这样的话，你这个节目怎么看？你这个相声不好笑，小品不好看，然后是什么？唱歌跳舞最搞笑。
我们唱歌跳舞，我们看什么？看明星啊，特别是唱歌跳舞就看明星。这些明星一到了中央电视台，你都看不出，都化完妆以后你都不认得他，这些明星都认不得他，就是他已经失去了明星的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你是要有个性，要有特点，他没有，他妆化的是一样的，看过去都千人一面。这个节目真的，我要不是因为我要做那节目，我不可能把它看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硬着头皮把它看完。那所以我就要吐个槽，就是春晚非常不好看，然后中间里面就革职人，就里面很多革职人的节目，就非得革职你啊，非得革职你一把。那我就觉得这里面还有什么特别恶心的是什么？特别恶心的就其中有一个这个天龙山石窟回归，天龙山石窟回归，说有关部门在海外找到了天龙山石窟里面的一个佛手，把它迎回国了，回归了。回归就回归，这有什么大不了？拿来搞得好像要做爱国主义教育，这不是神经病吗？你想想看，去年中国老百姓遭这么大的灾，对吗？疫情、洪灾，然后又是风灾，对不对？政府一分钱没给大家发，一分钱都没给大家发，钱拿来干嘛去了？钱拿来买佛手去了。你看看其他国家都发钱，我看到我就心里我就骂。所以呢，我就吐槽一下这个今年的春晚不好看啊，我已经有好多年没看了，我都不记得我上一次看是什么时候看，我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看的。但是我看这一次我就看得非常不好看啊。那么我讲春晚，把春晚的历史跟大家讲讲啊。春晚是从1983年开始啊，不知道有在座是不是很多还没出生呢啊？1983年第一次现场直播啊，现场直播的方式，然后就一炮而红，非常的火。那你想80年代初期没什么娱乐，突然搞一场这样的全国性的这种节目啊，这个联欢会的节目很受欢迎，然后就一直办下去啊，一直办了38年。这38年，而且它固定格式，大年30晚上8点，4个小时啊，那么4个小时，那么直到凌晨1点，节目最后是难忘今宵，唱难忘今宵啊，难忘今宵是1984年给1984年的这个春晚创作的，然后85年、86年、90年作为结束曲，然后呢就没有了。90年到一直到90年到2011年都是这个。2012年改为天下一家，大家反应很差，又改回来难忘今宵，所以它基本上格式就是8点开始，1点结束，难忘今宵啊。然后有主持人现场直播，其实现场直播也不能完全算现场直播，因为它很多节目是已经录好，我们只能说这个节目现场直播呢是主持人现场直播，它大部分节目都是已经录好，串场，用串场的方式轮播啊，然后也开热线电话等等啊。那么这里面呢，歌舞、相声、小品、魔术、杂技、曲艺啊，以前曲艺多，80年代、90年代曲艺非常多啊，京剧、各种戏剧非常多啊。那么今年的春晚收视率非常高，28.89、28.87、88，大概是这样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我自己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以前呢看春晚呢，
会讲56个民族56朵花啊，今年不讲，今年讲什么一带一路啊，你看的都是非洲的啊，唱那个非洲歌舞啊，西班牙斗牛士等等这些，这个一带一路风情啊，今年就玩这个啊，感觉有点升级了啊，万国来朝这种大国崛起啊，这个叫什么盛世啊，就强调这种主题啊，大概就是这样。我自己感觉呢，我就没太往以前呢，我今年没看见以前什么以前经常出现的是什么呢？就什么大使馆啊，给他们发贺电啊，什么大使馆，什么驻美大使馆、驻荷兰大使馆，经常念这些东西，现在好像不念了。但是今年这几个主持人实在太困难啊！这几个主持人都妆化的，然后一个个像小土豆似的，真的是啊，扯着脖子在那喊。春晚到现在还没改变什么呢？是一个舞台剧的这种形式啊，他还把它当做一个舞台剧，他还没有学会用电视的语言来表达啊，所以大体上我就先吐个槽，看看大家有什么槽可以吐的，我们一起来吐，好不好？我就新闻茶座是惯例是这样，我先抛砖引玉，然后呢，大家一起来表达，然后呢，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都来上，好不好？那么我们就进入互动。那么新闻茶座还有一个规矩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看法、观点、这个情绪等等，都围绕着春晚展开，尽量的我们围绕着主题，我们把这主题讲得深、讲得透一点，好不好？大家有什么看法，尽量的来说说，我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好吗？明线 Elvin Kong， 谢谢。观点一届比一届差，越来越没法看。小时候一家人很高兴围坐在电视机前，之后变成一直开着等有意思的节目再看，现在直接把电视关了。春晚是这样啊，中央电视台有3档节目，王牌节目，3档王牌节目。第一档王牌节目叫新闻联播，第2档王牌节目叫什么？叫那个焦点访谈，第3档王牌节目就是1年1度的春晚。新闻联播当然是洗脑利器啊，日常洗，天天洗，每天洗，只要你活在新闻联播里，你的生活就非常的好啊，所以很多中国人就活在新闻联播里。他在现实生活中受了多少苦都没关系，只要一到新闻联播他就觉得挺好啊。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新闻联播。焦点访谈当年的确是非常的火，也非常的厉害啊。焦点访谈是帮中国人出气的啊，就是中国人有什么气，可以焦点访谈可以出这口气啊，这是一个焦点访谈。第3个就是春晚。春晚是什么呢？春晚是中央电视台像这种官媒唯一一个有温情的节目啊，它是有一定的温情的节目。它在过年这个特殊的时空之下啊，趁大家沉浸在家庭团聚的吃年夜饭这样的一个场景之中，帮你来洗，所以它特别管用。这个时候它就特别能洗得特别顺，洗得特别到位，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出来什么，解放军会跑出来，大一统会跑出来，民族团结会跑出来，就是平时他讲的那些话没人听的，这个时候讲话管用。
所以呢，春晚是集中集体洗脑的一个利器。但是呢，所以你看，一口气办了30多年，这种30多年形成的这种收视惯性很难撼动啊。所以你看，今年28.8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厉害啊。情况，牛年第一金句，你连春晚都能看得下去，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厉害啊！观点，春晚的受众已经不是老百姓，而是200斤，所以我们觉得不好看是正常。春晚的精彩程度和舆论钳制的程度成反比，这是必然的。OK， 观点假，像在看朝鲜频道，每个节目都要夹带私货，每个节目都被强加了政治任务。这次主题是扶贫，扶贫他好意思说啊？情况何止是春晚，所有的频道都是明里暗里洗脑。观点就一个，海外各种难过，唯有这边风景独好。我现在只看动物，自然多少算是真实的世界。OK， 好，观点，个人封杀春晚，拒绝歌舞升平，娱乐至死。现在不仅仅是央视有春晚，北京卫视、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上海卫视、东方卫视，不是上海卫视，东方卫视，然后是江苏卫视，都春晚，都有春晚，娱乐至死。现在今年应该最厉害的是收视最高的应该是北京北京春晚。北京卫视的最重要的杀手锏是什么？明星。北京就反着来，就明星，用明星来撑。观点，春晚好像只突出了党的英明。王先生怎么解读？春晚呢，以前呢，有一届呢，第一届不知道第二届，我印象中第一届不知道第二届，江泽民曾经在春晚露过脸，然后就再也没有人露过脸了江泽民应该是在春晚上讲了一段话后来就没有了，再也没有了突出党的英明，这就是这样他就是要这样他就是要装这个东西装在里头所有的这里面都是这样，特别是那些小品这些这个讲话的节目里面那就是要突出这些，所以我不看真的我不看，我后来就不看我不愿意看，但是没办法，后来为什么我们家还得看？为什么老娘看？我们家老娘看你不能不让他们不看，所以还得开着，我不看情绪就是没情绪春晚那天看着春晚骂娘，后来王先生开直播包饺子，我和老婆就跑过来看王先生和爱女包饺子。今年春晚最大的特点就是土都是各种大花特效，都是习老板喜欢的样式你说这个有点像有点这个意思有点这个意思是土，就是那种大花大绿大红大紫大红大绿那种是这样。观点，以前明星接收到春晚的邀请函特别开心，感觉受到了认可。最近几年的春晚大量使用流量明星，通过流量明星来利用他背后的饭圈，比如某流量明星参加了春晚，那么他的粉丝无论如何都会说春晚好，因为饭圈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心态，正是这样，春晚才越来越难看，但又越来越肆无忌惮是这样的吗？那粉丝也太没脑了吧
情绪，很担心武汉肺炎受害者的家属，想想他们最近每天看各种媒体的歌舞升平，多伤心多难过啊。那是啊，我们前期节目讲，武汉有一个上清香的一个这样的，就是大年初一要给去年去世的家里人上清香，所以呢，菊花都卖断货啊。情绪看一群奴才流着哈喇子，在向一个没落无耻的权贵阶层献殷勤，就为了一口他们吃剩的残羹冷炙，想想都觉得恶心，更无法想象在吃夜饭的时候让春晚来坏了一年的心情。观点，春晚的小品也很恶臭，不知道是不是生育率太低了，感觉就是鼓励女性回归家庭，赶紧生育的节奏。观点，315晚会也是一年一度的打土豪分田地的节目。315是个典型的打土豪节目啊，非常典型，就是把这个名录拿下来，一家一家找毛病，找了毛病你就送钱，送钱就拿下来，那有些送钱也不拿下来，那就是这样。观点，我追日韩的电视剧，很认同王老师以前说的观点，中国的电视制作水平非常差，甚至硬编出96%的满意度，已经不自信到了这个程度。中国电视为什么电视制作水平差？中国电视制作水平差的原因有2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电视文化没办法发展啊。电视文化，你可以看，欧美的电视也好，日本的电视也好，亚洲当然首看日本。电视文化发达的特点是什么？电视文化发达特点就是电视引领了流行文化，流行文化是被电视带动。那当然互联网起来是另外一件事啊，我讲的是互联网起来之前，就是说整个流行文化是围绕着电视展开的，所以电视是流行文化的核心啊。那么电视文化会非常的发达。那么在中国电视文化发达不起来，为什么？因为它是个宣传工具，所以这个不能准，那个不准，它没有创造性，它又要让它挣钱，但它又没有创造性，那你怎么办？所以中国的电视文化不发达。情况我家每年都要看春晚，其实也就是开着图个气氛，偶尔看一个节目，往往就是这样的心路历程。一看到主旋律，歌功颂德，中国多么伟大先进，先翻一个白眼，但看完以后竟然觉得有点感动和自豪，这是洗脑利器，打情感牌，好可怕。是这样，是这样。观点，春晚的小品缺乏了讽刺，只能演成闹剧或者讽刺弱势群体，比如扰弱病残农民工口吃他都讽刺啊。所以其实中国的节目，中国的电视里面它有很多的最坏的东西是什么？最坏的东西就是他们在讽刺这种弱势群体啊，比如说是嘲笑身体啊，胖啊，嘲笑胖，嘲笑个儿矮等等。但是中国人就喜欢这样啊，这是中国人的习气。中国人生活当中有2个最大的习气，很毛病，我们可以讲毛病。第一个就是讽刺这些弱势群体，比如说口吃啊，比如说胖啊，比如说个儿矮啊，比如说有些毛病，身体上的缺陷啊等等啊，比如说这个寡妇啊等等啊，这些就是弱势群体。还有一个什么逗小孩啊，中国人我最痛恨的一件事情就是逗小孩。你爸爸妈妈喜欢你还是喜欢你哥哥啊或者你弟弟啊？你妈妈不要你怎么办啊？就这样子，就喜欢这样逗小孩，一定要把这小孩弄哭为止。
这中国人非常要不得的一个坏毛病啊。观点：这次春晚家里的长辈爷爷奶奶也说看不下去了，明明去年那么艰辛还一片盛世，肺炎洪水洗一洗，感觉又可以吹了啊。观点：春晚可以说是文化界的大项目，其实也是很多人追逐名利的工具。观点：最先吐槽后面那首山歌，唱着山歌给党听啊，歌词告诉我们，妈妈不是世界上最亲的，党才是你至亲。小孩子听这话真是无语了啊！这首歌唱了多少年了啊？观点：春晚就是加长版的新闻联播，文艺表演式的新闻联播，非常对啊。情况：王老师新年快乐！自从出来以后就没有看过春晚。昨天和几个朋友聚会，有几个清华和北大毕业的，后来去了中科院。疫情前他们出来了，出来的他们说，国外做学术真痛快，没有任何限制和顾虑，什么都有政府支持，不像中科院根本就不是个做学术的地方。政治化越来越政治化，他们说无论如何要离开中国，现在正在移民中啊。那是啊，如果要搞科研，那肯定不能在中国搞科研，在中国，生活在温哥华，70多岁的老爸凌晨4点起来看 CCTV 春晚直播。再难看的春晚都有高收视率，这也许就是国情。老爷子看完也不说好看，但他这一代老红卫兵被囚禁了的精神，又会条件反射的一样补一句：不过你看我们国家多强大这一类的话。对于我这种不认同中共那一套的第一代移民，好不容易把父母办过来，总会在各类社会文化等话题上被他们弄得哭笑不得。这种代沟不是代际上的，而是意识形态上的。那是肯定的啊，这是没有办法改变啊。也不必去硬掰啊。我觉得，他们如果有这样的造化，他可能会明白过来；没有这样的造化，你不必特使劲去掰，也没有意义啊。观点：春晚已成席家堂会，洗脑吹牛逼，丧事喜办，我宁愿看王老师带小姑娘包饺子。OK。观点：台湾人看央视春晚，大部分是当娱乐节目，主持人的官方语调，那种吹国家强盛的语气，大家看着看着就笑了，有种看朝鲜阿里郎的感觉啊，非常好啊，非常对啊。情绪：20年前就不再看春晚，假大空，宏大场面的歌舞场面让人厌恶讨厌，明白了他们说一套做一套，知道了宣传的资本主义倒牛奶天冷冻死人之类的谎言，知道了他们的可怕。电视也是多年没看过了，抖音之类的甚至从来没下载过。语言观点：语言类的节目大倒退，基本上是什么社会问题都不敢碰。对啊，以前我们看春晚，你记得的大概就是像陈佩斯的吃面啊，王金宇的这个吃鸡啊，王金宇吃鸡啊，能看过王金宇吃鸡的呢，那是有一定的年龄了啊。王金宇的吃鸡，陈佩斯的吃面啊，还有什么？他跟那个朱时茂两个啊，等等啊，那是有相当有水平的节目。但是你现在这些年你能记得什么节目吗？语言类的节目都跟什么有关？有生命力的节目一定是跟社会有关啊，跟社会有关，一定会接触到什么，触碰到什么社会的黑暗部分。那你现在这种舆论环境之下，怎么可能有？那是不可能有。所以你这种语言类的节目，怎么还能看得下去啊？没法看。问题为什么没有直接唱习的歌呢？好像当年有个什么
歌唱毛邓江的，江是有过啊，江是有过，江是什么领路人啊什么的，邓没有啊，邓没有，毛这个不是到毛就全都是毛的了，邓没有，江有过一个啊，但是后来也就停下来啊，停下来。胡就没有啊，胡没有，过2年吧啊。情况：央视大裤衩，各省卫视各党晚会较好的是天津德云社的相声会，为党做宣传是最少，含笑量最高。情况与观点。新西兰是最大的城市奥克兰，因为发现社区感染，昨天临时宣布封城3天，3天后看情况是否结束或者延期。疫情真的没完没了，希望疫苗尽快普及，而且必须有效。现在最厉害的是以色列啊，以色列已经超过70%了啊，所以以色列大幅下降啊。突发，缅甸军方在2月15号凌晨开枪镇压市民，现在完全断网，切断对外联络通讯啊，这就是跟共产党学了啊。黄老师好，今年春晚好像故意和美华撇清关系，作为华裔美国人，有被有毒父母抛弃的感觉。什么意思？和美华撇清关系？没懂哦，就海外华人是吧？对啊，现在都不让海外华人回去了，那你抛弃有毒父母抛弃的感觉，你会有这种感觉吗？我怎么没有这种感觉呢？为什么我没有感觉，你有感觉？你想一下，我跟你的区别在哪里，知道吗？你把他当父母，我没把他当父母啊。你只要不把他当父母，你把你的亲生父母当父母就对了，他们不是你的父母，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撇清关系，你就不会有被抛弃的感觉。我是没有被抛弃的感觉啊。初一去朋友家聚会包饺子，包着包着不知道谁提议看春晚，那个5一开始，妈呀，吓得我赶紧带女儿回家了。OK， 好，明谢 Alice Lee， 谢谢，给王老师千金新年红包，谢谢，一堂，谢谢，Regit Wang， 谢谢，感谢1年来的财经及政治知识陪伴，谢谢 Franklin， 谢谢，王老师新年好，澳洲观众祝你身体健康，谢谢陆小俊，谢谢，王老师新春快乐，喜欢你的女儿，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新闻茶座我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